我参加了一个女团选秀综艺，化妆师在女孩们身上画了漂亮的纹身，可那些画分明是红白袖，湿油染色，人骨作比，红袖见喜，白袖出丧，而女孩们身上画的正是白袖。姓名：陆灵珠，年龄21岁。你会什么才艺？我会。好，精彩，满分通过。我抽了抽嘴角，有些无语地看着评审台上的宋菲菲，她是我的好友兼徒弟，也是本城首富之女。果然，宋菲菲话音刚落，观众席上已经一片哗然。我正在参加一个女团的选秀综艺，而宋菲菲使用了她的超能力，成了4大评委之一。这个综艺十分火爆，节目组从全国各地海选女孩，最后在10几万人的报名中，只有4个人才能成团出道。海选的规则也很简单，4个评委中只要有1个人按下绿灯，选手就能通过初试，成功晋级。评委中有偶像歌手、当红小生、著名音乐家，还有宋菲菲，她是本节目最大的赞助商，没有之一。因为通过初试，我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后台的休息室。我一进门，就有不少女孩团团将我围住。这节目的海选采用了直播方式，这些女孩应该都看到了刚才我的表演。如果那能够叫做表演的话。有一个女孩看到我，气得眼眶都红了。我知道你有后台，但是你会不会有点太明显了一些？就是为了海选，我们天天练舞练歌，你这样，我们的努力算什么吗？这次的晋级名额很少，2万人中只有20人能够晋级，真正的千里挑一。我有些惭愧地看了他们一眼，算你们倒霉。我叫陆灵珠，是一个道士，也是一个网红，每周末都会在网上给人直播算命和看相。前几天有个网友一直给我发求救私信，说自己参加了女团选秀以后，每天都做噩梦，甚至还梦见了自己死去的爷爷抓着他的手让他快跑，而他身上戴了多年的翡翠手镯也在他晋级以后突然断裂了。但是他实在是太想出道了，所以他找到我求助，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参加选秀，在节目中保护他。我本来是不想答应的，参加选秀什么的太高调了，不是我的风格。但是他说我们有缘分，200万元。那张200万的支票实在是太漂亮了，最重要的是保护百姓是我们道门中人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就这样，我跑来节目组参加了海选，并顺利晋级了。灵珠大师，不好意思啊，让你受委屈了。被女孩们围着一顿嘲讽以后，江倩在洗手间才敢上前和我说话。对不起，江倩尴尬地垂着头，我刚晋级就被排挤了，所有人都不理我，她也选择了和我保持距离。选手出道成团，自然会和其他女孩有大量的合作，被孤立以后会非常影响后期的比赛。江倩为了自保，在人前连个眼神都不敢给我。灵珠，咱们以后能假装不认识吗？我无所谓的点点头，反正我也不是真的来当女团的，比赛不比赛的不重要。接下来的晋级之路，女孩子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江倩有18年的舞蹈功底，张兰月有天籁般的嗓子，于莹莹更是唱跳俱佳，美貌过人。而我有宋菲菲。就这样，在众人唾弃、鄙夷、不屑、嫉妒的眼神中，我一路杀进了20强。进了20强以后，吃穿住都要在公司，宿舍还是4人间的，没什么隐私可言。我和江倩分到了一个宿舍，同宿舍的还有张兰月和于莹莹，我们4人都是目前夺冠的最热门人选。尤其是我，凭借一句大家好，我是陆灵珠艳压群芳，不知道羡慕嫉妒坏了多少人。喂，陆灵珠，听说你会看面相，不如给我看看吧。于莹莹将脚踩在我的凳子上，满眼的挑衅和厌恶。张兰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坚定地站到了于莹莹的身后。我也没生气，反而认真端详着她的脸。算命是一个规矩很多的行业，有着3不算：不给幼儿算命，不管算出好坏，都怕影响家长的心态；不给单身女孩算不好的姻缘，怕破坏人家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不给将死之人算寿命，免得人对生活无望，心情灰暗。不过那跟我没啥关系，毕竟我不靠算命吃饭。颧骨过高，尖门乱纹，鼻削如刀，一看就是克服命，你这辈子最少得死3个老公。于莹莹鼻子都气歪了，她伸出手想打我，见我不退不让地站在那，又生出了几分忌惮。节目组有规定，严禁打架，否则就要被退赛。她气鼓鼓地瞪着我，我则是双手抱胸，仔细打量着她和张兰月。这节目组里那么多女孩，我竟然看不出来谁是会动手脚害人的。虽然有几个女孩面相看着颇有心机，心胸狭窄，但都是正常人，并没有大凶大恶之徒。陆灵珠，你别得意，节目组也不是你家开的，你总不能靠个自我介绍拿到总冠军吧？于莹莹不甘心地撂下几句狠话以后，带着张兰月走了。他们刚走，江倩就小心翼翼地凑了上来，手里还拿着一条红绳。灵珠，我的绳子断了。江倩之前的手镯裂了以后，她又找我买了这条护身手链，这红绳上有个简易的护身阵，可以替她挡一次灾煞。我捏着断成2截的红绳皱了皱眉，看来这次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啊。下午有一个舞蹈排练，练完之后晚上还有一场4v4的比赛，每4人组成一个队伍，互相 PK。这是我们第1场正式排练，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按照舞蹈老师要求的位置刚站好，我的脚刚朝左边跳了一步，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这木地板上居然被人涂了一层薄薄的油，我瞬间失去平衡，朝一侧重重摔去。要是普通的小姑娘这样一摔，肯定得受伤。受伤了，那比赛就泡汤了。啊！江倩尖叫一声，我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360度空中翻滚以后，稳稳地站立在地上。咦！一片失望的唏嘘声响起，看来我没摔倒，让大家非常遗憾。听说地板被人涂油了，导演组的人十分重视。哎呀，导演，这肯定是哪个姐妹不小心倒上的。对呀，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的啦。是不是陆灵珠自己从外面踩到油了？干嘛把人想得这么坏呀？一堆女孩子七嘴八舌地凑上前来，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有被害妄想症了。工作人员检查完以后才发现，舞蹈室、食堂还有一些录音棚内的隐蔽摄像头竟然全都坏掉了。这下大家才开始紧张起来，江倩更是害怕地直往我身后缩。我烦躁地挠了挠头，我是道士，不是侦探，不会玩宫斗剧啊。不过那幕后下黑手的人目标也很简单，就是晋级，成为女团出道。谁能安然无恙地留到最后，谁的嫌疑就最大。舞蹈排练完没多久，就要紧锣密鼓地准备晚上的表演赛了。女孩们穿着小背心，任由化妆师给她们画上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纹身。给我化妆的是个很年轻的圆脸女孩，大家都喊她小芳老师。她刚掏出画笔，我就愣了一下。等等，这支笔你从哪拿来的？所有人都停下，因为女孩子多，所以一共来了4个化妆师。我挨个检查那些化妆师用来画纹身的笔，发现居然全都是一样的。人骨做笔管，死人的头发做笔头，能用到这种笔作画的只有红白绣。红白绣又称鬼绣，用尸油染色，以动物血和人血作画。画上去的红白绣效果比较弱，如果用针直接纹身，那就会霸道很多。红绣效果多为祈福、求财、保平安，而白绣则是诅咒、破运、降灾害。红绣见喜，白绣出丧。而刚才那些女孩身上画的全是白绣的图案。干嘛呀？陆灵珠，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了？于莹莹身后跟着几个女孩，气势汹汹地朝我走了过来。她已经化好妆了，白皙纤细的手臂和清晰的锁骨上画着繁复又瑰丽的彩画。当看清她手臂上的图案时，我心头一震，居然是这个图。于莹莹身上纹的图，乍看之下好像是一面漂亮的旗帜，上头绘着各种古怪的纹路。但这面旗不是普通的旗，而是招魂幡。当她开始跳舞，随着筋骨活动，血液也会加速循环，刺激到身上的红白绣，那招魂幡就会开始作用了。这招魂幡能引来方圆100里之内的所有孤魂野鬼。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还不抓紧化妆，愣在这干什么？导演一声怒喝，几个原本停下工作的化妆师顿时像老鼠见到猫一样站起身，小芳老师更是一把夺过了我手中的骨笔，她拉着我的手跑向化妆台。哎呀，你别闹了，就剩你没画了，我可不想再挨批，赶紧做好。于莹莹身上画着招魂幡，能引来诸多恶鬼。张兰月背上画着2只赤红的眼睛，那是红眼鬼母，能招来红眼鬼。红眼鬼最大的特征就是长着一双发着红光的眼珠子，他们生前都是嫉妒心太强的人，从来见不得别人好，只要看到别人稍微比自己强一点，内心就会嫉妒到发狂。江倩身上则纹着一个暴怒鬼，顾名思义，被暴怒鬼控制影响的人会脾气爆炸，一点就燃。我任由小芳老师在我的肩膀上画画，大脑有片刻的愣神。傲慢鬼、红眼鬼、暴怒鬼、饿死鬼，还有好色鬼，这到底啥意思啊？百鬼版7宗罪，漂亮吧？我看了下所有人的纹身里，你的最漂亮，我最喜欢星星了。小芳老师满意的放下笔，对着我抬了抬下巴。我对着镜子一看，只见肩膀上画着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蓝色星星，那些尾巴点点滴滴，散落成漫天星河。好漂亮的扫把星啊！纹了扫把星的人就是没神附体，喝口水都能被呛死的那种。等会表演开始，我们这几个人跳起舞来，恐怕这19个姑娘全都要被各种鬼怪附身。这下我更吃不准了，这里每个人都有纹身，那谁是幕后凶手啊？不会是节目组吧？图啥呀？到时候满场都是被暴怒鬼、红眼鬼、好色鬼、傲慢鬼附身的人，那混乱的场面简直难以想象。我摇摇头，叹了口气，心里忍不住有点后悔。师兄以前逼着我读书时，我不但不理他，还在他茅房里偷偷藏了一只饿死鬼。那饿死鬼被我画在纸盒子里，所以道观里经常能听见师兄的怒吼声。清玄，还不给为师拿纸来？然后正在吃饭的清玄师侄就会一脸嫌弃地放下碗筷，捏着鼻子去茅厕给师兄送纸。饿死鬼嘛，就没有他们不吃的东西，不管师兄带几次纸，都会被那画着的饿死鬼吃掉。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以前都是靠暴力抓邪驱鬼，万万没想到这次居然还要用脑子。快走快走，直播马上要开始了。导演开始挥手赶人，我低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符纸，双手结印念完咒以后，把燃烧着的符纸弹向了天花板。烟雾报警器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天花板上装着的几个喷淋头开始疯狂朝下喷水。
女孩子们被水浇了一身，发型毁了，妆花了，那些红白锈也糊了。红白锈这东西本来就是要纹在皮肤里的，画在皮肤表面，用水一擦就糊了，自然就失去了效果。导演都快气昏过去了。陆灵珠，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尴尬一笑，我在进行消防演习，直播被迫延期，要不是有宋菲菲在，我分分钟就要被节目组开除了。红白袖，听起来好刺激。那这次的幕后黑手就是会红白袖的邪术师。宋菲菲一脸兴奋地站在一旁，只恨自己没看见那场面。他们不叫邪术师，叫绣鬼匠。我一直以为红白袖已经失传很久了，这次看到也很意外，这些画笔节目组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宋菲菲说这些工具和造型都是总造型师安排的，可是总造型师却说这次的纹身是他的助手出的主意，就连每个女孩身上的图案也是助手提前准备好的。更巧的是，助手今天下午请假了，说在国外的母亲身体出了意外，坐飞机出国了。手机关机，信息不回，就这样人间蒸发了。灵珠，咱们商量一下，等抓到那绣鬼匠，你让他也给我纹几个图案呗，什么招财的、进宝的、增加气运的、强身健体的，我也不嫌多。我翻了个白眼，要不要再给你整个招桃花的？宋菲菲一脸嫌弃，呸呸呸，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滚！我打发走宋菲菲，带着满腹心事回到了化妆室。江倩举起手机朝我眨了眨眼，示意我看信息。灵珠，你被骂上热搜了，海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剩下来的这20个女孩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粉丝。这次表演被破坏，节目组直接在官网说，因为有选手不小心触发了消防警报器，才导致比赛延期。于莹莹的粉丝更是直接点名了我，在评论区里疯狂骂我。陆灵珠真的是什么臭虫啊，自己平常不练习，生怕人家跳得好就在那发疯。他轻轻松松一句消防演习，毁了多少人的日夜苦练，就没见过这么阴暗的人，自己不会跳就不让所有人跳。万人血书，跪求节目组开除陆灵珠。大家别激动，也许陆灵珠是有苦衷呢，他肯定不是故意的。这个名字叫一块生姜的网友应该就是江倩了，他的评论底下被人追着骂了上百条，好多人都在质问他是不是陆灵珠本人。见我低头看手机，其他女孩逐渐朝我围了过来。于莹莹叉腰站在最前面，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杀父仇人。陆灵珠，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直播排练了多久吗？张兰月也红着眼眶。我为了比赛时能保持最佳状态，不敢喝饮料，不敢喝奶茶，一天3顿水煮菜，就为了能上镜时漂亮一些。陆灵珠，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张兰月一席话说的好多女孩都心有戚戚，一时间我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于莹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口水飞溅，手指更是快戳到我的脸上了。你这臭贱人，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才能生出你这么贱的人，你为什么还不去死？我看着于莹莹一张一合的嘴，耳朵里响起师傅的话，灵珠，恶鬼妖魔大多隐匿于世间，普通人也许一辈子都碰不上一次，碰不上自然就不会信，以后会有很多人质疑你，辱骂你，唾面自干即可，被误解是咱们这一行的宿命。鬼神之事，老百姓还是少知道为好，免得人心惶惶，徒增担忧。想起师父和师兄的谆谆教诲，我忍不住叹了口气，然后抽了于莹莹一个大嘴巴子。于莹莹被我抽得身体一歪，摔在了张兰月身上。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一把薅住了她的头发。所有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于莹莹的头顶上拔下一顶黑色的长直发。啊，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你居然敢打我，我和你拼了！于莹气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也顾不得打架会被开除的规则，张着手就冲上来要抽我嘴巴子。不客气地说，他这样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打100个。我左手举着那顶假发，右手则是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臂反剪到了身后。行了，都别闹了。张兰月小声嘀咕道，到底是谁在闹啊？我推开于莹莹，把那顶假发扔到了地上。傻逼，你头上这顶不是假发，是发鬼。师父师兄总说，不应该和普通人说太多鬼神之事。所以我刚下山时还是个走进科学博主，天天在网上号召大家要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迷信。后来我发现，人其实还是需要有点信仰，尤其是对鬼神，更要存敬畏之心。人在做，天在看，举头3尺有神明，让他们知道这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并非坏事。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绝对不能受气，总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吧？他们爱信不信，惯得他们。你不但打我，还抢我的假发。于莹莹惊恐地闭上了嘴，其他女孩也都尖叫着后退了一步。那顶被我扔在地上的假发好似活过来一般，沿着地板翻滚了2圈以后，朝着一个女孩的脚边快速爬了过去。啊！走开，走开呀！鬼呀！女孩们顿时像受了惊的兔子般疯狂乱窜，有的跳上了沙发，有的爬上化妆桌。最绝的是于莹莹，她因为太过害怕，选择了钻到了桌子底下。灵珠，灵珠救我！江倩也快被吓哭了，都忘记要和我保持距离，扯着嗓子就朝我扑了过来。
发鬼多为女子怨气所化，而且这些女人生前都十分漂亮，尤其是她们的头发乌黑如墨，光滑如丝。这些女人死后怨气不散，附着到了她们的头发上，就成了发鬼。发鬼喜欢装成假发的模样，只要有人将它们戴到头上，发鬼就能牢牢地攀附住那人的头皮，并且头发倒长入脑，吸食他们的精血和阴气。于莹莹也是运气好，发鬼生根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她刚戴上那顶假发没2分钟就被我扯下来了。呵，灵珠，那发鬼沿着江倩的小腿一路往上爬到了她的脖子处，还有几缕长发伸进了她的鼻孔和嘴巴里。太少老君急急如律令，我捏着符纸飞刀一样射中发鬼，符纸碰到发鬼身上，燃起一阵火光。那发鬼见状，丢下江倩跳到了地上，想要朝门口跑去。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让他跑了。5枚大武帝钱像暗器一样从我手中飞出，把那发鬼死死地钉在了地板上。一道极为凄厉的声音从地上传来，发鬼全身都燃烧着熊熊火焰。赤橙色的火光中，一个妖娆漂亮的女孩逐渐显现，随着火光泯灭，她的身影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我看着地上的那堆火，心里有点难过。发鬼生前都是备受欺辱而死的漂亮女孩，可惜了。我走到一边，用扫帚把灰扫了，然后随手拿过一个盒子，把那些灰装了起来。等下叫宋菲菲找个好地方给埋了，希望她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太可怕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于莹莹狼狈地从地上爬出来，想上前抽我却又不敢，她跺了跺脚。陆灵珠，你搞这种整蛊游戏有意思吗？于莹莹一说完，其他女孩也反应了过来，一帮人纷纷跳下化妆桌和沙发，又开始谴责我，就真的是心很累。我没理他们，而是转头看向于莹莹。这顶假发是谁给你的？这假发本来是张兰月挑中的。于莹莹硬抢，在于莹莹杀人般的眼神下，江倩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紧紧闭上了嘴巴。我认真地看着张兰月，有人要杀你。说完感觉有些不对，也许这发鬼是张兰月准备的，故意让于莹莹抢走，宫斗剧都是这么演的。于是我又转头看向于莹莹，有人也要杀你。灵珠，这是什么意思？对了，刚才那顶假发在20个女生中冲着江倩就去了，她身上可能也有问题。我伸手摸了摸江倩的头发，果然在上面摸到了一些油污。我将手指凑到鼻子边嗅了嗅，是尸油的味道没错了，难怪刚才那发鬼追着江倩跑呢。我皱眉看着江倩，有人还要杀你。噗嗤，哎呦，笑死我了，你在学名侦探柯南吗？谁要杀我呀？于莹莹捧着肚子笑了会，笑着笑着逐渐变得严肃起来。网上都在说我和张兰月还有江倩和你是最有可能夺冠的4大人选，节目组之前说了，冠军不但可以当队长，还能和顶流邢飞老师一起合作拍电视剧，我们3个如果都死了，你就是最大的获胜者。一顿推理猛如虎，一看凶手是自己。我抽了抽嘴角，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听到于莹莹这么说，其他人都默默朝后退了一步，试图和我拉开距离。你们还傻站着干嘛呢？还不赶紧换衣服换造型，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导演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看到狼狈的女孩们以后明显一愣。刚才那些女孩子在慌乱中上蹿下跳的，好几个人都受伤了，有被磕伤了脑门的，又撞到膝盖的，还有被人踩了脚的。作为唯一毫发无伤站在中间的我，头上的锅又默默地变厚了一些。在导演的坚持下，我们所有人简单换完造型以后，直接上舞台表演了。之前看网友们骂得那么厉害，我还以为这比赛要延期好几天，没想到只是延期2个小时。娱乐圈可真复杂呀！我板着脸跳完了舞，评委席上那个当红顶流就是邢飞，他的爷爷变成僵尸还是我帮忙处理的。在邢飞和宋菲菲的满分加持下，我毫无悬念地成了今天晚上的第1名。按理来说有4个评委，光靠他俩我是当不了第1的，因为评分是根据4个评委的总分来确定的。但是宋菲菲脸皮厚，除了给我打了10分以外，她给其他人都打了1分，还有几个0分的。而另外2位评委是正常人，也不太想得罪宋菲菲，都给我打了7分。比完赛，我找宋菲菲吃了顿夜宵，刚回到宿舍就发现气氛非常不对劲。于莹莹黑着脸，张兰月红着眼眶，就连江倩都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见我回来，江倩咬了咬嘴唇：“灵珠，你和邢飞是怎么认识的？他为什么给你打10分？”我大手一挥：“没啥，就是之前救过他一命。”于莹莹都气乐了：“有些人也太不要脸了吧，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真是大言不惭。”我冷冷一笑：“你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给邢飞，让他下一场比赛给你打0分？”于莹莹不甘地瞪了我一眼，转身上床去了。江倩凑到我身边，用很小的声音问道：“灵珠，如果你得了第1名，会出道拍戏吗？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只想当个道士来着。”我冷眼瞧着于莹莹2人竖着耳朵的模样，故意放大了音量：“那可是和邢飞演偶像剧呀，我当然要拿第1了，谁不想当明星啊？烦死了，当个锤子明星，有那时间还不如多去抓几个鬼呢。”但是这秀鬼将藏得很深，我一时间也看不出来到底谁有问题，只能想办法让我自己也成为他的目标，最好是能够让他把所有矛头都指向我，这样才能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抓出来。
见他们几人都上床休息了，我也爬上了床，手机不停地震动。宋菲菲发了好多视频过来，发完还贱兮兮的来了一句：“灵珠，别看，是恶评。”我打开第一条视频，居然有几十万条评论。视频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团舞比赛，猛了，看到李小龙进女团了，2分28秒，其他人在贴地热舞，陆灵珠在鲤鱼打挺。陆灵珠这眼神比入党还坚定，谁懂啊？她不是在跳舞，是在跳舞。3分55秒，那个侧身甩波浪的动作，陆灵珠是不是打了一套通臂拳？我甚至听到了气爆声。我骂骂咧咧地扔掉了手机，扯过被子蒙头睡觉。灵珠，宝贝，醒醒！我睡得正香，却感觉到脸上一阵瘙痒。我勉强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男人怀里，剑眉星目，五官俊朗，正是晚上刚刚给我打完分的顶流小生邢飞。宝贝，你醒了。邢飞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然后一把将我公主抱起来，走到客厅。早饭想吃什么？老公给你烧。烧你妈！去死吧！我一拳打在他脸上，人也瞬间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是什么恶心的梦？是谁？是谁敢这样陷害我？我起身睁开眼睛，才发现我还在寝室里，其他人还睡得正香呢。一股极为柔和的香味从书桌上飘过来，我下床来到那张桌子前，发现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了一个古朴的香炉，炉中正燃着3根香。咕噜噜，正在我看香的时候，我床上滚下一团圆滚滚的东西，刚一下地就沿着墙根爬，试图从门缝里溜出去。想跑？呵呵，咻！我一把5滴钱撒过去，封住了它的4个方向。这团圆乎乎又灰不溜秋，长得很像某款游戏玩偶的东西，叫梦魇兽。别看它模样看起来没有杀伤力，甚至还有几分蠢萌，其实梦魇兽十分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它会给你编织一个美梦，让你在睡梦中就把自己杀死。割腕、跳楼、打开燃气或者上吊，不知情的人看见，只会以为死者是梦游或者自杀，而不会联想到其他东西。而刚才那安息香是梦魇兽的食物，1两人的骨灰，2两坟头土，3两迷魂草，4两冤死魂。邪术师用这些东西研制安息香，再用安息香饲养梦魇兽。讨厌啦，不要嘛！一阵酥软娇媚的声音从于莹莹床上传来，不一会儿她直挺挺地坐起身，光着脚朝阳台走去。我顾不得地上的梦魇兽，追着于莹莹就跑了过去。是谁？放开我！为什么要拉住我？邢飞，我来了，你等等我呀！于莹莹半个身体死死地扒住阳台围栏，试图从阳台上翻出去。我用力抱着她的腰，阻止她跳楼。我们的宿舍在3楼，跳下去大概率不会死，但是肯定会受伤，至少得住院几个月。这秀鬼将居然养了不止一只梦魇兽，实在是防不胜防。于莹莹被掩住了，力气非常大，我费劲地腾出一只手，咬破自己的中指以后，将血点到了于莹莹的印堂处。放开我！放！哎呀，陆灵珠，你变态呀！抱着我干嘛？于莹莹终于清醒过来，尖叫一声，抱住自己的胸口，仿佛我是个大色狼。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赶紧转身回屋。那梦魇兽居然没跑，而是在另一只梦魇兽边上疯狂转圈，看起来想救它的同伴。既然这样，那只能一锅端了。于莹莹的大喊大叫把宿舍其他人都吵醒了，她抱着张兰月痛哭，说我半夜起床试图非礼她。我是女的。于莹莹哭得更厉害了，女的也不行，也是犯罪，而且我喜欢男人，你罪加一等。那是什么？看起来像2只胖老鼠。江倩惊呼一声，赶紧又爬上了床，看起来被那2只梦魇兽吓得不轻。于莹莹这才停止抽泣。有没有搞错？我都被非礼了，你们还只顾着看老鼠。陆灵珠今天能非礼我，明天就能非礼你们，你们还不赶快报警？我没空搭理他，而是将2只梦魇兽收入了布兜中。这东西现在已经十分稀少了，等会就让宋菲菲给师尊他老人家送过去，他肯定喜欢。莹莹，你还是听灵珠解释一下吧，我相信灵珠绝不是这样的人。江倩见我收好了梦魇兽，这才再次下床去安慰于莹莹。于莹莹擦了擦眼泪，恼恨地瞪了我一眼。行，你解释吧，我倒要听听看，你半夜把我抱到阳台上，还能有什么解释？本着科普的心态，我详细地和他们讲述了一下梦魇兽的事情。等我说完话，空气有片刻的寂静，然后于莹莹开始笑了，越笑越大声。我笑死了，陆灵珠你可真能编，我看你应该去当编剧，来参加女团屈才了，真的。我早就料到他们不相信了，所以我掏出了手机。宋菲菲自从上次用摄像头拍了那个打假博主林斌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买了很多高清隐藏摄像头。她晚上吃完夜宵就给我兜里抓了一大把，像抓棒棒糖似的。当我拿手机开始播视频时，张兰月却慌了。陆灵珠，你这是侵犯我们隐私，偷拍是违法的。我警告你，马上把视频删掉，否则我就要报警了。她的情绪太过激动，连于莹莹都看出了不对劲。她狐疑地瞪着张兰月，咬牙切齿道：怕什么？老娘身材这么好，怕她偷拍？陆灵珠，你给我放视频，我倒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视频中，4个女孩都陷入了睡梦当中。
到晚上1点钟时，张兰月却突然坐起了身。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然后走到自己的柜子前面，掏出了一个罐子。那是一个古铜色的香炉。她把香炉放到桌上时，还十分戒备地转过脸看了我一会儿。见我没醒，她这才燃上安息香。等烟雾飘起以后，她又遮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上面还贴着符纸。揭开符纸，打开盒子，2只梦魇兽便一前一后地从盒子里跳了出来，一只爬上我的床，另外一只则选择了于莹莹。没过多久，视频中的我就猛然坐起身，对着空气打了一套拳，然后就跳下床，抓到了那梦魇兽。再过一会儿，于莹莹也坐起了身，还笑得一脸春心荡漾。看到自己跨出阳台栏杆，拼命想往下跳的模样，于莹莹的脸都白了。张兰月尖叫一声，伸手指向了江倩：“是他叫我这么做的，这2个怪物也是他给我的。”江倩都懵了：“张兰月，你在胡说什么呀？这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看到江倩的反应，张兰月的脸都气红了，她露出一副破罐子破摔、同归于尽的模样。“你不承认是吧？行，那我就全都交代了。是江倩和我说，和邢飞拍戏的机会只有1个，于莹莹和陆灵珠机会都比我大。她还说自己只想进女团，好好表演和唱歌，不喜欢拍戏。江倩还说自己外婆养了2只怪兽，可以让你们俩都从阳台上跳下去，警察来了也查不出任何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的，等你们俩出了事情，她和我会相互作证，证明你们俩都是梦游自己摔伤的。”江倩被张兰月的话气哭了，因为恐惧和愤怒，整个人都在轻微颤抖。“张兰月，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这么诬陷我呀？灵珠，你相信我，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抿着唇，仔细盯着江倩，杏眼琼鼻，眉清目秀，怎么看都是一个温柔善良、正直忠厚的女孩，面相是不会错的，除非这不是她的面相。张兰月和江倩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于莹莹的头转得和拨浪鼓一般，甚至都忘记了生气。正当他们2人吵得热闹时，有人往我手里递过来一杯温热的奶茶。我转头一看，宋菲菲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不但带了奶茶，还在桌上放了瓜子、花生。我看看，从面相来说，这个张兰月唇薄眼阴，乃薄情寡义之相。于莹莹听得连连点头。她家里条件不好，来参加比赛以后吃我的喝我的，每天一口叶莹莹姐，没想到啊，背后却想摔死我。宋菲菲话锋一转，但是电视剧都不是这么演的，坏人往往都藏得很深，凶手一般都是看起来最不可能那个人，所以凶手就是你。她站起身，将手指伸向了于莹莹，摆出柯南的招牌动作。于莹莹瞪着眼，张着嘴，一副被震惊到无语的模样。我叹了口气，都别吵了，脱衣服吧。什么？陆灵珠？我就说你是个变态！于莹莹捂着胸口一顿尖叫，江倩和张兰月也紧紧地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绣鬼将世代传承，身上都有着极为隐秘的红白绣，红绣主生，白绣主死，生死轮回，周而复始。你们谁身上有纹身，谁就是凶手。于莹莹听到这话，二话不说就脱掉了她的睡裙。张兰月犹疑了一下，也脱掉了自己的睡衣睡裤，最后只剩下了江倩。见我们都看向她，江倩有些慌了。灵珠，你不觉得这有些侮辱人吗？于莹莹点点头，觉得，但是我们都被侮辱了，你凭啥不被侮辱？我活动了一下手腕，你是要自己脱，还是我帮你脱？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江倩满脸惊恐地捂着自己的胸口，一步一步退到了阳台上。噗嗤，噗噗噗噗，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想笑的，啊哈哈哈哈哈！你们俩的对话真的好熟悉，灵珠，你好像要强迫良家妇女的恶霸呀。江倩见自己退无可退，也不慌了，反而开始冷笑。陆灵珠，这都是你逼我的。说完，她纵身一跃，竟然直接从3层楼的阳台上跳了下去。我和宋菲菲赶紧扒到围栏上，却发现地上根本没有江倩的踪影，她就这么消失在了黑夜当中。节目组有所有参赛选手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而且江倩也算是一个小富二代，认识她的人不少。我和宋菲菲冲到她家的别墅门口时，天还是黑的。我不明白，那江倩看着人畜无害的，居然是个绣鬼匠。宋菲菲对自己的看相技术再次失去了信心，不过这也不能怪她，因为江倩的脸不是她自己的。白绣之中最诡异的一种绣法叫双生绣。双生绣的图案，一个太极阴阳鱼，阳鱼者主生，阴鱼者主死，阳动而阴静。绣着阳鱼的人可以和绣着阴鱼的人交换身体，他会长成阴鱼者的样子，用他的脸和模样活在世上；而被绣了阴鱼的人则会变成植物人一样，耳不能听，口不能言，身体也无法动弹，活得就像一株植物。不过双生绣的2人会共享生命，所以那个植物人般的女孩肯定还好好活着。开门，快点开门！宋菲菲将门拍得哐哐响，我嫌弃她动作慢，直接打碎一边的窗户跳了进去。我和宋菲菲动静很大，没多久这家的主人就纷纷下楼了。你们这是干嘛？入室抢劫吗？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宋小姐，
穿着黑色真丝睡衣的男人惊疑不定地看着宋菲菲，宋菲菲见到他反而有些高兴。呀，江理事，这是你家呀？江倩的爸爸是宋菲菲家公司中股份占比很小的一位股东，也是2家分公司的负责人。既然是熟人，那就好办了。我松了一口气，赶紧追问他：你家是不是有个年轻女孩？是个植物人。听到这话，旁边一个40岁左右的阿姨愣了一下，她是江家的住家保姆，老公则是江家的司机。你们来找小杰？我顾不上解释太多，忙带着宋菲菲跑向了那女孩的房间。女孩叫陈洁，是江家保姆的女儿，品学兼优，人又很懂事，江家人都对她印象不错。去年，陈洁莫名其妙发起了高烧，烧退完以后，她就成了植物人。陈洁原本也是住在江家的，和江倩关系很好。她出事情以后，江倩主动向父母提出，希望可以继续让她住在江家，她愿意拿自己的零花钱雇个保姆照顾陈洁。陈家人都很感动，夫妻俩更是拼了命的干活，把攒下的工资都拿出来付了陈洁的营养费和护工费。他们没有要江倩的钱，老实的夫妻俩觉得江家愿意让一个植物人女儿住在这里，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我推开卧室的门，屋内正躺着一个苍白瘦弱的女孩。女孩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却有几分清秀，眉眼细长，五官小巧而端正。因为长时间躺在床上，她的身体瘦削得像一具人形骷髅，皮肤也白得毫无血色。我走上前掀开她的衣服，果然在她的小腹处看到了一个阴鱼的图案，只是那图案已经不太完整了，尾部有一块凸起的疤痕。只要洗掉这个纹身，陈洁，不应该说是真正的江倩，就能醒过来了。这阴鱼乃阴物所绘，用富含阳气的东西就能洗去，而我的血中便蕴含着至阳的长生之气。我刚准备咬破手指，一道又急又气的声音传来：住手！你要干嘛？陈叔、陈婶，你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害死你们的女儿吗？江倩气急败坏地冲进了屋，她跳着脚指着陈家夫妻骂了一顿，又转头不满地看着他爸妈：爸妈，你们也是的，干嘛随便放陌生人进屋啊？陈家夫妻看到江倩生气，有些紧张，陈母更是解释了几句：小姐，他们说可以让小杰醒过来。胡说！医生不是说了吗？陈杰就是个植物人，根本不可能再醒过来了。话音刚落，陈母就白着脸晃了几下，她丈夫赶紧在一旁扶住她的手臂。江倩爸爸不满地瞪了她一眼，随即便向陈家夫妻赔笑：别听倩倩这丫头胡说，陈杰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身体的。江倩气得跳脚：他们俩要害陈杰，你们看不出来吗？这女孩是个邪术师，想在陈杰身上下药讹你们呢。菲菲，按住她！我实在是对这种你猜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戏码厌烦了，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证明，没完没了。宋菲菲的身份震慑住了江家人，哪怕她将江倩扑倒在地，江父也只是放狠话，并不敢走上前。宋小姐，请你快点放开我的女儿！我咬破手指，把血涂到陈杰身上，他的全身顿时被一阵黑雾给笼罩住了。江倩见状，更是疯狂地大喊挣扎，宋菲菲差点按不住她。我一把扯开她的衣服，在她光洁的小腹上抹了一把阴蛇磨成的粉末。阴蛇是由死人的死气、阴气幻化所生，这种蛇通常只在乱葬岗和坟堆出没。洗阴鱼用阳物，而洗这阳鱼自然要用阴物。啊！当我将粉末擦在江倩身上以后，她整个人开始剧烈颤抖，嘴里不停地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倩倩，你没事吧？你对她做了什么？江倩爸妈又惊又怒地瞪着我，江倩妈妈更是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拨打120。此时躺在床上的陈杰却动了，他身上的黑雾散去，露出了原本的面容。眉目如画，鼻梁高挺，看起来就是暴瘦了10几斤的江倩。看到我，他先是一愣，随即崩溃大哭：灵珠，灵珠，你真的来救我了！我给你发了好多信息，你真的来了，你真的来了！呜呜！满屋的人都呆住了，江父江母更是吃惊地揉了揉眼睛，陈杰爸妈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躺在地上的江倩，不应该说是陈杰，也停止颤抖，坐起了身。他呆呆地看着床上的江倩，满眼都是恨意和绝望，全毁了。我那么多年的经营和努力，全都毁了。宋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洁是江家保姆的女儿，她学习很好，人也聪明。他们家以前住在小山村里，陈爸跟着人出来打工，运气好，因为做人老实忠厚，被江父给看中了。他当了江府的司机以后，就把妻女带进了城。城市的繁华彻底迷花了陈洁的眼睛，那些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在江倩的优秀下被衬托得一无是处。江倩会弹钢琴，会跳芭蕾舞，还会骑马。她的屋子豪华得像公主的宫殿，衣柜里的衣服全是陈洁这辈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在被嫉恨折磨了数年以后，卑鄙阴暗的陈洁终于忍不住对江倩下手了。听到宋菲菲分析完，陈洁气得面容扭曲：你才卑鄙！这一切都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你们知道我为了学红白袖有多辛苦吗？凭什么？凭什么她生下来就拥有了一切？凭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只是个保姆的女儿？
陈杰妈妈听到这话，踉跄几步差点摔倒，还是她丈夫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你竟然跟你姥姥偷学红白袖？我告诉过你多少次，那就是个害人的东西。学了红白袖的人都会不得好死。你忘了你姥姥是怎么死的了？为什么学红白袖的人会不得好死？我瞥了陈杰妈妈一眼，不太赞同她的说法。红白袖也是正宗的秘法传承，红袖替人祈福、求财、保平安，白袖则是降灾、诅咒、破运。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门术法，就和道法一样，能救人也能害人，全靠施术人如何使用。陈杰站起身，对着他妈妈喊得歇斯底里：我告诉你为什么学红白袖，因为穷怕了。我不想穿打补丁的衣服被同学笑，我不想每次班级组织捐款就把头埋得很低，我不想永远只能羡慕别人，我也想要被人羡慕。你总说我读书好就行了，读书好有个屁用，我们村读书最好的那人也只是上着普通的班，拿着普通的工资，一辈子为了房贷而发愁。靠读书我怎么买奢侈品、住别墅、开跑车？有些东西出生时如果没有，那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了。啪！陈杰妈妈重重的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抽得他身子一歪。陈杰冷冷一笑，露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白袖一毁，必遭反噬，我也没多久好活了，要杀要剐，随便你们。陈杰妈妈听到这话顿时慌了，她哭着跪到我面前，不停地磕头：大师，大师，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她还这么年轻，她也只是一时糊涂啊。江倩能得救，完全是她运气好。负责照顾她的保姆不小心把开水倒到她身上，烫坏了她的纹身。那保姆怕被人责备，故意隐藏着事情没说。纹身被破坏以后，江倩发现自己每天能动了，虽然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那个保姆每天都喜欢刷手机，没事情就爱看我的直播。于是江倩在保姆睡着以后，用她的手机给我发了求助信息和自己的联系方式。等我找到江倩时，陈杰正顶着她的身体参加了这档选秀节目。普通的有钱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想要当明星，想要万众瞩目。见我到来，陈杰灵机一动，将计就计，打算利用我除掉其他几个参赛选手，最后再把罪名栽赃到我头上。只是他没想到我会如此的足智多谋，才华过人，神机妙算，冰雪聪明。你女儿可不是一时糊涂，我看她是蓄谋已久。宋菲菲对陈杰的行为十分不屑。出生时没有就没有呗，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比你漂亮，比你有钱，比你年轻。穷了想富，富了想再富，再富了想长命百岁。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欲望是用来克制的，而不是无穷无尽的追求。你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太过贪心，害人害己。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个可恶的狗大户资本家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虽然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结合他的家世，听起来就特别欠扁。陈杰的反噬，我是不会帮他解决的。天理循环，因果报应，那是他自己的因果，得自己承担。出了这事情，陈家人自然不能再待在江家了。他们灰头土脸地收拾完东西，还没等出租车到，陈杰已经呕出了一口鲜血。白袖反噬会从身体内部开始溃烂，大量出血，整整被折磨7天以后，袖鬼将才会气绝身亡。不过这是他应得的。我和宋菲菲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离开，走之前，陈父陈母跪下朝着大门磕了几个头。这对老实的夫妻被自己的女儿给害惨了，接下来还要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江倩一家则是对着我和宋菲菲千恩万谢，江妈妈更是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我家倩倩在床上躺了1年，都快躺得没有人形了，要不是你们，她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从江家出来，宋菲菲有些闷闷不乐。灵珠，你说人为什么这么贪心呢？我一脚将她踢出很远。滚！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打死你个狗大户！哎，别打，我给你介绍一个大活。师尊最近在修一个镇邪塔，想把之前抓到的鬼母和我们最近抓到的一些妖物全都镇在下面。那塔修起来很不便宜，我清玄和青雨都正绞尽脑汁的筹钱。什么大活？展开说说。解决完江倩的事情，我自然是没兴趣再参加什么女团出道了。一大早我就跑去节目组退了赛。我一退赛，宋菲菲马上把评委的身份扔给了她堂哥。没想到网上竟然还有不少网友惋惜我，说我跳的舞看起来提神醒脑，阳光向上，看久了还有点上瘾。灵珠啊，我看你是要火了，你真的不考虑继续参加女团吗？宋菲菲捧着碗水果，身后还跟着一个面目可憎、形容猥琐的人。大明星，听说你有个大活，能不能带带我？我嫌弃地翻了个白眼。乔墨雨，你咋又来了？